我觉得以后系统性的做育儿这个事儿，最根本性的投资就是对孩子的投资。你想，你连孩子处在什么阶段都不能够判断，他的回撤是合理区间之内的，还是已经定性了，以及说他的发展到底会不会受到当前局面的影响都不能判断，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投资者呢？对吧？自己最值得投资，而且回报一定为正的，你都做不好的话，你也确实是做不好投资。我觉得这个理念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到底投射在什么上。先不用说叛不叛逆这个事儿，孩子的自我意识投射在什么事儿上？说孩子叛逆本质上来说，就是孩子自我意识投射的点跟你希望的点不一样。你希望孩子自我投射的点是我是一个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啊，对自身或者是对这个社会啊能够这个立足，或者是能在其中拔得头筹的这样的人选，这都是你希望他自我意识投射的点。但是孩子真正自我意识会投射在什么事儿上呢？大家知道吗？孩子的自我意识从小到大，他会变换他投射的点。最初他投射的点就是跟他生死攸关和利益攸关的事上，也就是他妈妈。你说别的东西他可能没反应，但是他的妈妈或他的妈妈有跟他利益相关性的时候出了问题，孩子就会特别着急。这一点不是心理学的内容，这一点是马哲的内容。有一个基础的故事，我先给各位讲一下。说啊，这个夫妻两个说我们家小孩啊才3个月，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了，叫 Peter。然后呢，这个客人呢就很惊讶，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了。他说对，你看我只要喊 Peter， 他就知道回头了。他一叫，哎，果然这孩回头了。紧接着呢，这个客人呢就稍微聪明了一下，就问了一句，说 Peter 是谁？这个小孩的眼睛呢就转向了他妈妈的怀抱里，就盯着他妈妈的这个胸口。所以对他来说，他自己的投射就是在他妈妈这个怀抱之内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在国外听到说 Chinese 啊，听到中国人，或者你听到比如你是某个学校的，就有个反应，其实是你把一部分自我意识投射在这个上面了。而真正说父母和孩子无法相处，或有的时候不能认同的一个核心的关键点，就在于他自我意识的投射和你希望他的投射以及你自身的投射不一样。那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一个扎心的事实来了，就是你没有参与。他在从小的时候把所有的自我意识都投射在你身上，随着他长大慢慢的会抽离。但如果你强行的在他幼年的时候参与的很少，他就会把自我意识的投射从你身上收回来，而放到其他他可以掌控以及出现在他身边可以投射的事情上。是否能理解？这就是各位觉得孩子叛逆不听自己的话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他想要进行自我投射的时候，要么基于各种技术上的原因没投射好，跟你发生了偏差，可能你的行为模式，你说我天天陪着他，他就是跟我不一样，存在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问题，而更大的可能性上是他在投射的时候你缺位了。大家如果有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每天嘚不嘚的特别愿意跟你说，什么都说，就是多看见一坨啥都要跟你讲一下，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反馈的呢？如果拒绝了或者是逃离了，时间久了他就会投射到其他问题上。为什么孩子上了学之后，跟你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了？包括说学习怎么就学不进去了？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我期望的方式发展了？因为他本来世界里只有你，但你一直缺位，等到你的缺位余出来了特别大的空间之后，他进入到社会之前的这个学校阶段，学校是一个半社会化的阶段，他的朋友，他周遭的信息，他的老师，他路上遇到的邻居，他所有的跟他相关的一切快速的占领了原本应该由你占领的自我投射。他投射给了他的学校，他的同学，他同学喜欢的奥特曼，或者是拉布布，或者用来攀比，或者用来这个打架，或者是调皮都可能。本质上就是你把他自我意识投射的这个部分给空缺出来了。原本你扮演这个角色，你是可以引导他说我们投射到这个点上，就算他不喜欢学习，学习确实很枯燥，这没问题，但是他至少不会放在跟你相悖的点上。也许他不擅长，但和他反抗你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态，能懂吗？所以不管是不是有耐心还是怎么样，还是那个问题，他是你的标的，他比你手里的股票更关乎于你的切身利益。最现实点说，你看盘花多长时间呢？而你的小孩几乎一定是正收益的，只是收益高低的问题。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是否接纳你，我要先告诉你的是，他跟你的最大的分歧是自我投射的问题，而他的自我投射事实上是你让出了主动权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在他最初的时候，他所有的自我投射都是爸爸妈妈，只要你出现在他身边，你就是他的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不断的推开他，把他的自我意识投射的部分空缺出来，随着他进入社会之后，什么追星啦，什么偶像啦，什么女团啦，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就都来了，是因为那块空出来了。如果他投射的是你，你就可以在他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来引导他。比如说你看这个科学家都干了什么，为什么要投射给他，他对于整个民族意义是什么，他的发展是什么，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他是如何被铭记的。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次自我意识的导入，好，他的自我意识跟你就相通了。但是你们做这个事儿没有呢？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投资，你在他越早的时期投小投早，你的收益就越大，而且孩子几乎100%是正收益的，特别极端那种咱们就不讨论了，好吧？因为没有孩子不爱父母的，你们不如问问自己，你们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小的时候，成年人会有自己的考量，孩子们并不会，因为他对你的爱是复合的，一部分是自己的生存所需，是一种略微带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一种依附。一方面因为天长日久的和你在一起，发自内心的这种情感上的依赖和爱意，所以孩子都是爱父母的。换言之，你投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给你的几乎是100%的正收益，但你投资了多少呢？投的早不早呢？投的多不多呢？我女儿3岁之前就是老人在带的，
我特别后悔，所以我之后花了大概有4年时间，真的是朝夕相处。因为我之前做国际合作的时候，就一直在全世界到处飞，我就发现对他的影响是很根本性的。所以即便4年时间，他的社交能力依然是轻微偏薄弱的，但是其他的行为和心理上的状态能改回来。那还是建立在我发现的比较早，我从3岁就开始介入，然后开始调整，大规模的去往回拉。如果大家介入的比较晚，这个过程必然是艰难的，但是做了总比不做好，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如果愿意拿出做投资一半的心态来对待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因为爱它固然是感性的，但是它需要理性来做判断。就像你以为做投资是理性的，但其实它是一个纯粹感性的事儿。你情绪一上来，你根本控制不住，你就追高杀跌的时候，你根本管不住，是吧？就是因为它其实是要靠理论来支撑的，教育也是一样。它是感性和理性的混合体，它也需要理论来作为支撑。那这个理论最根本性的，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心，先把哲学学了，我保证你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者。如果不能的话，至少你要拿出来做投资一半的这种理性来去做教育。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捷径的，跟投资一样，你不建立理念，你全凭感觉是做不好的。孩子的这个起跑线啊，确实是父母的认知。其实话说回来，你投资的收益的起跑线也是你的认知，不是吗？你看二者其实有很强的相关性的。只不过说把投资孩子这个事儿说成像是一种投资太功利了，但是事实上啊，我的观察来说，父母宁可功利一点，理智一点，本着那种我亏了我很谨慎的态度去做教育，你保不齐是个挺好的教育者。怕的就是做教育的人太任意了，什么事就推到孩子身上，说这是天生的，这事跟我没关系，他就这样，别人家好孩子就赶着了。你会认为说那标的就是人家赶着了，你就活该没摊上个好的，你这么想吗？你如果不这么想，最好就不要想自己孩子是这样，是不是这道理啊？今天作为这个育儿系统性课程的一个开篇，就是各位要是拿出做投资的精神来看待自己育儿过程中够不够理性，不要被感性驱动，是否真正的看见了孩子身上的回撤和收益，你评估过没有？先退出你们的亲子关系，就是你孩子他应该听话，他应该如何这个观点，先把它当成一个走的不太好的股票，先反思一下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投入的够不够多，进的时点够不够早。我真正的工作的圈子接触到的都是世界级的捐赠人吧，我用这个方式来评价他们。我见过真的极为这个显赫的这样的人，真正决定他的人生幸不幸福的真不是钱，而是他的小孩。小孩很出息的和小孩不出息的天差地别，大家还是一定要明白自己在孩子身上投入的真的是关乎于你一生的喜乐的一个点。大家做得好 OK， 我在后面会进一步的给大家说咱们怎么能做得更好，怎么能够客观理性的去解决生活中的一点小回撤。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投资收益率你不满意，这个孩子的状态有点问题，那么我们先以一种我们跳出亲子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以投资的关系来看，这个标的不能换，但是标的原本是好的，怎么给玩坏的？第一点就是陪伴，大家还是要花时间。刚才有一位同志问说，人在国外把孩子放在那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其实你现实里有难处的时候，孩子是理解这个难处的。孩子就是这么奇特，就是你在他面前你没有办法伪装。比如说我真的就是为生活所需去奔忙，这个孩子基本上情感上没有什么毛病，即便你不陪伴他，因为他的自我投射就被你牢牢的牵制着，所以你依然是他的投射。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没有必要的事你也要舍弃他，或者是不陪伴他，把这个东西空出来。他一次一次的失望之后，他清晰的知道他只是被舍弃的那个标的而已，那么他自然就去寻求别人投资了。所以这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能早当家，他也没人陪，但他又不走歪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说完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我现在再加另外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看待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完全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出发，觉得他应该如何如何，我希望他好。那什么是孩子的好？各位一定要拉长时间来看。我希望他好，所以我让他去补习，把他填得满满的，让他去留学，或者是自己付出种种。大家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规划他的一生那么长，不要只规划到上3年级、上5年级、上大学，这都是很短的规划。上了大学难道没有后面了吗？如果按照他的一生来规划的话，他是什么样的个性，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未来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这才是关乎他一生的事儿。我谈育儿是本着一种算是法布施吧，因为我想如果我的粉丝受众里面爸爸相对多一些，但我也希望大家基于知识对我的信任呢，我能影响更多的爸爸。爸爸其实在家庭生活中能扮演的增量是巨大的，我希望能够影响到你们哪怕一点点，对孩子们可能都是巨大的帮助。那这也是我做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了。很多人有小孩子，第一个偶像其实都是自己的爸爸，就是孩子对于外部的投射，对于外部的反应完全都是从爸爸身上建立的。简单理解就是小孩子跟自己，他长大之后跟自己的伴侣家庭表现出的态度就是他跟他妈妈的态度，而他如何应对自己的同事啊、外部的挑战啊、合作伙伴啊，都是跟爸爸相处的态度。爸爸的作用就是那么大。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我爸爸不仅陪伴我，而且也训练我，所以我在应对挑战的时候确实是更游刃有余一些。很多我没做过的事儿我都敢去做，把我一个人扔到外国，有的时候这个国家都不说英语我都没问题。这个就跟我爸给我的这种从小到大的就是陪伴，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不断的给我输入他的能够抗压的这种特点。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啊，至少把时间投入进去，不然的话你陪孩子时间没有看盘的时间多，这个就离谱。